你一直想撮合你的朋友凯里和熟人爱默生，这个计划终于要实现了。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有所耳闻，也很期待能共进晚餐。你刚帮他们预定了周五晚上的餐厅，但当你想发信息告诉凯里细节时，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从你的脑海中飘过：凯里总是迟到，不是仅迟到5分钟，而是会晚20分钟，甚至是30分钟。凯里似乎将守时视为令人压抑的早期时代遗物，但如果你告诉凯里晚餐是在6点而不是6点半呢？这样他大概会准时到达。你非常希望这段感情能成，所以你应该说谎吗？不妨花时间思考一下你会怎么做。也许你应该说谎，你认为这段新感情对凯里来说会很棒，并且你不希望他还没开始就搞砸了。当然了，爱默生迟早会发现凯里不守时的坏习惯，但如果这一次凯里准时出现，这段关系至少有一个开始的机会。你的谎言可能会为一段幸福的感情打下基础，而且如果做一件事的结果对所有相关方都有利，那这么做完全合情合理。但撒谎不是不道德的吗？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·康德对谎言持绝对主义的立场，他坚持任何情况下说谎都是不道德。换句话说，有一条道德准则禁止说谎，而此准则是绝对不可动摇的。不过你可能会想，这种立场夸大了撒谎的道德重要性。假设有一个杀手追杀凯里，如果杀手问你凯里在哪儿，很难想象你必须不顾朋友的生命也要说实话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绝对主义似乎过于死板。相比之下，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·斯图尔特·密尔就表示，说谎只在减少整体幸福感时才是错误的。扪心自问，大多数的谎言的确会造成不幸福。接受了谎言的人是在相信某些虚假的事物，而试图将生活建立在虚假信息上，大多数都过不太好。然而在一些情况下，或许也包括上面例子中你面临的情境，说谎可能整体会带来更多幸福。在这些案例中，功利主义者们会认为撒谎没有违背道德，相反还可能是你的道德义务。但如果绝对主义太过极端，功利主义立场似乎又显得过于宽松。换一句话说，也许功利主义的立场低估了撒谎的道德重要性。许多人即使认为在某件事上撒谎是正确的决定，也难免对此感到愧疚。这表明撒谎本质上是令人反感的，哪怕这能带来更多幸福感。上述情境中，对凯里撒谎是家长式作风的一个例子。家长式作风是指为了某人的利益而干涉对方的决定。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孩子，这样做可能就没关系，但是用家长式作风对待同伴会显得不尊重人。对凯里说谎意味着不给他机会来根据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，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处事，试图替凯里避免你认为错误的选择，会显得不尊重他的自主权。推而广之，这可能对爱默生也不尊重，因为你会有意给他留下凯里守时的假印象。那么在潜在的幸福感和必然的不尊重之间，你该怎样权衡？康德的支持者会说，尊重对方是道德行为的核心，而密尔的支持者会表示，幸福感高于一切。但其他哲学家认为，这种矛盾需要根据当事人和不同的详细情况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解决。面对凯里的问题，你会怎么做？观看视频，不断提升逻辑推理能力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或许某一天您会需要运用这些工具来解决道德困境。